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活动，让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这次的活动主办单位代表 Inspire 憨石国际 Elise 为大家来开场致辞，让我们用掌声热烈欢迎他。哇哦，我真的很开心，有那么多人要来听我们的活动。So， 我是瑞典人，有没有人有去瑞典吗？一个、两个 ，OK。So， 瑞典是一个蛮冷的地方，我比较喜欢台湾。So， 我从1994年从台湾搬到美国，在美国我认识很多日本人。所以我去日本读书，然后我觉得日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我真的很爱那边。可是我需要先回去美国，我还有半年，然后可以graduate， 然后我会去美国那边。第一天回去我的大学，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女生，所以因为这个，我后来来台湾。所以平常我说样子，我说我到大概这边我是瑞典人，我的肚子是美国的，我在 Hooters 吃太多汉堡，然后我的心是台湾。So， 我24年以前我们开安石现在应该是台湾的最大的 B2B 陌生开发公司，然后我最骄傲的是，我们的团队是非常稳定的。我们有很多人是在安石已经工作10年、20年也有。然后我们有那么多的厉害的客户都是相信我们，比如说 Oracle 已经20几年是用我们的服务，我非常开心。然后我也就写一本书，如何在台湾开公司。所以大概很多移民人，他们来台湾的时候，他们买我的书，然后试试看了解在台湾怎么做生意样子。然后我也是安排一个 pitch event，Dragons Chamber。Dragons Chamber 是台湾的第一个移民人的国际企业家的 pitch event。我们在Meet Taipei 每一年有我们的 finals， 所以今年是我们的第11年做的，所以我花很多时间跟startup 有互动的，然后当然最今年的时候，我们都一直讨论这个 AI。So 我非常快乐，我们今天有机会讨论这个 leverage AI in marketing， 因为我跟那些 startup 讨论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花很多时间讨论怎么用 AI 做新的产品，我们要怎么做软体，我们要怎么做网络的平台样子。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花更多时间讨论我们要怎么卖这些服务、这些产品 ，OK？ 然后我们要怎么用AI 的工具做得比较好。然后大概是几年以前，人开始找我说 ，Elias， 你们做的这个行销服务应该很快，就是 AI 他们要 outcompete 你们做什么？可是这个我现在非常不同意。我觉得我们都需要 AI， 我们也需要 people。People is the key。所以今天我很开心，我们可以有听那么多的厉害的 speakers， 可以跟我们说他们怎么用 AI 帮我们卖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产品。谢谢大家来。谢谢 Elise 分享。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邀请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Google Cloud 的 Field Sales Representative Apple， 欢迎大家掌声欢迎他。大家好，我是来自 Google Cloud 台湾新创团队的 Apple， 对，然后就也很高兴今天安石Elias 的邀请，可以来这边帮大家做一个开场，然后也小小的跟大家暖身一下，因为今天的题目是 AI 跟 Marketing 嘛。那大家大概也都知道 ，Google 在这1-2年的 AI，其实我们发表了很多东西，包括其实上半年我们也有
Next 或者是 I/O 的大会，其实我们一直在 release 很多新的技术。那当然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我们当然是觉得，其实 AI 就是帮助大家，就是你可以 increase time to market。其实这个 term 我们已经讲了蛮多年了，可是真的到今年我们自己在看 AI 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快的去调整很多东西。那比如说在行销来说，我们自己看就是最简单的是以前其实你要去改动一些 UI、UX 或者调整一些 content 内容的时候，你可能都要花蛮多的沟通成本。不管你是公司的主体还是你是厂商，你们都要开始去沟通非常多大家的期待，然后人要去怎么调整这一些，要反反复复去修正这些素材内容。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其实有比如说很多的工具，像我们公司可能就有 Image 或是 VEO 这些工具，你很容易就可以用 AI 去做一些调整，很容易就可以去市场去尝试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反馈是什么。那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其实也 release 了 Omni Flash，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们叫世界模型啦。这也是 Google 我觉得想要迈向 AGI， 我们觉得一个必经之路。这个世界模型之后很快在我们 Google Cloud 上面可以使用。那它基本上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你跟 AI 以后就是可以像人一样这样互动。你可能可以给它一段语音，给它一张图，它就帮你生成一段影片。因为过去你可能是我要跟它打一段文字，或是我可能用图丢给它，请它帮我修一个图。未来你可能是我就跟他讲一段话，我就给他一个截图，他可能就可以帮我生成一段影片，我又可以请他换背景，很容易做很多的改变。等于是图文影音4种方式，你都可以去跟模型做互动。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蛮 amazing 的一个进步啦，就我也很期待它的发生，因为代表未来大家很容易其实可以把素材转换成你的这个商务资产，也就是说这个的门槛降低了。那最后我也想提一下，因为像我是负责新创团队，所以我特别看的产业是 ISV 比较是在我们 Google Cloud 上做 solution 的一些客户。那我特别又是做 MarTech 的领域，像我的有一些客户，他以前是做这种 AI 剪辑的，就是用这些 AI 技术帮人家去生成很多这些东西。那大家可能就觉得，那以后他们会不会就没有角色了？因为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用 AI 模型自己去做，那好像就不需要去找这些 ISV。而像我的客户，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某方面也是转型。比如说，他们做的比较是，怎么协助他的终端客户，把 AI 这件事情真的融入到他们的工作流里面。因为很多既有的大公司，或是大家有接触过，如果你是做设计或制作部门的人，其实这些人现在设计很多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习惯要有人工的介入。不管是事后的 check 或是很多美术的东西，还是很习惯用人工去处理，所以其实 AI 也不可能完全取代。那我自己觉得 AI 怎么样是辅助这一些真的是做这种设计创作的人，他们怎么样更习惯的用这个工具，或是跟这个工具找到一个比较 balance 的这个合作方式，把效益创到最大。我觉得这是我看到蛮多像我这一类的这个 ISV 客户他们正在做的，因为这是你会有一个很 unique 的角色在里面。也就是你怎么协助终端的客户用 Google 提供的技术，然后把这个产品做到最好，然后把这个工作流程是最符合大家的期待。那今天其实后面还有蛮多的讲者，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盖亚这边可能也会分享一下，Google Cloud 有很多新东西嘛，哪一些新东西我们在市场上已经得到了一些不错的反馈，那还有其他来自业界的一些先进。那希望大家今天在 AI 跟 Marketing 这边也可以获得很多。谢谢大家。好，谢谢 Apple 的分享。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大合照的环节。那我们邀请所有的讲者及大会贵宾一起到舞台上。好，那邀请各位讲者们上台。
大家好，我是盖尔资讯的业务 Helly。那今天主要来和大家分享说，我们要如何在企业内部打造一个安全可控的又高产值的企业 AI。那这个是我今天的 agenda， 前面当然不免俗工商一下我们盖尔资讯是谁，我们在做什么，那以及跟大家讨论说，就是在这 AI 蓬勃发展的现今社会下，我们要如何去打造我们高产值的企业 AI agent。以及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到安全可控这件事情。那最后呢，我们也会用一个我们自己的实际案例来去分享说，盖尔企业在这过程中是怎么样协助企业级客户做到 AI 赋能这件事。那我们盖尔资讯是 Google 的 Premier Partner，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第一线，协助客户去导入 Google 的相关技术和服务。我们先后有拿到像是 Google Infra 的专业认证，还有拿到难度极高的云端资安认证。那更不用说，我们是 Google 认证的 MSSP 伙伴，我们是可以做到整个 GCP 的全多管维运的。那前面老王卖夸一下，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正题，要如何打造一个高产值的企业 AI agent。现在每一个主管都在讨论 AI、研究 AI， 可是当真的在去落实执行的时候，又会发现有很多瓶颈。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瓶颈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统计数据。Google 有做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他们发现说，有高达80%以上的员工在日常的流程需要跨越6个以上的系统来去找不同的资讯。那这个数字听起来很高，但实际上就是这么高。我们可以一起来回想一下我们的每天的工作日常。像我自己本人就是一进到公司，就是先打开 Outlook 搜我的信件，那又再到 SharePoint 里面捞资料。那可能有一些技术人员还要到 DB 啊，到 Java 里面去调他们的专案，所以我们常常发现说，企业内部的高价值资讯，他们的是非常的零散，分布在不同的系统。你更不用说，你每一个系统都还有一些权限要去做到控管，所以这常常导致我们 AI 赋能上面的困难点。那更多的是呢，就是假设我今天把资料统整进来，然后呢，就是我下一步要做到什么？如果说你只是把 AI 当做一个聊天机器人，在做一问一答的对话，那其实不够有效率的。我们期待 AI 它可以去帮我做到 take action 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期待企业导入的是一个完整的 agent system 的系统一个生态。那什么叫做完整的 agent system？ 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就是 AI agent 在这几年的技术演进的历史。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 LLM 就出现了嘛。那当时大家一窝蜂的就在做，就是 prompt 的使用，就是一问一答，我们透过 AI 产生了很多大量的文章。可是在这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 AI 幻觉的问题 ，AI 常常给我一些错误的资讯。那因此我们演进到有 RAG 资料库 ，RAG 资料库就是向量资料库。那让我们的 AI 它可以在有效的范围内，基于事实来去回答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 AI 提供的内容又更有价值，更有准确度了嘛？那我们就期待它可以帮我做到 take action 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开始讨论的 agent tool。那到这边其实相对就算是一个蛮完整的系统，但是我们当然希望说它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开始 AI 演进了 reasoning loop。它这个就是在做，就是 AI 它可以透过推理的过程，自问自答，不断的去优化它的内容。那最后呢，我们发现说，那个 agent tool 好好用，可是我把所有的工作流都放到一个单一 agent 上面，对单一 agent 的负担太过大了，所以开始发展出了 multi agent system。每一个 agent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要去扮演，有自己的 workflow。那从而之中呢，又可以再去串成不同的 workflow。那这个就是我们相对完整的 multi agent system。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在现在自己的公司已经走到哪一步了？那基于刚刚提到的，就是导入的困难点，还有技术的趋势。Google 它就推出了一个企业级的 AI 的solution， 叫做 Gemini Enterprise。那在资料源分散的部分上面 ，Gemini Enterprise 它就是有一个非常内建非常强大的 connector， 它可以你不用再自己去开发自己的 RAG 资料库，你也不用再自己去搬迁你的资料库到新的资料库去做到整合，你可以直接用既有就地的资料库来去做到串接。它的 connector 可以直接串接到像是你的 SharePoint、你的 Outlook 里面。直接把你现有的资料变成 AI 知识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针对我们的资料去做到有效问答嘛。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除了有效问答之外，我们期待它可以帮我去做到 take action。所以 Gemini Enterprise 它也去串接了外部系统，像是一些电子邮件啊、行事历啊等等的。
所以我可以直接在单一界面上面去做到执行这件事情。我在他的那个 chat box 里面，我就可以去请他帮我调用企业内部我们公司内部的资料，后我就请他直接帮我发信发 agenda 到我要指定的人，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就是在 multi agent 这件事情上面 ，Gemini Enterprise 它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平台，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做到 no code、low code 甚至 high code 的一个 agent 的开发。在 no code 的 agent 开发上面呢，我是一个非技术人员，我就只是一个业务，我也可以透过就是他们的 agent designer 用自然语言的方式去开发我自己要的 agent。那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比较有技术背景的人，我懂那些domain都好，我也可以自己去开发出比较复杂的一些 agent。那这所有的 agent 呢，我们都可以透过它的 agent gallery 来去做到管理，所以企业在统一管理和部署上面也有非常完整的平台可以去做到控制。那刚刚提到就是 AI 有这么方便，可以去查资料，可以去 action。那很多资安主管也会担心说，那过程中我的敏感资料会不会外流这件事情？那 Google 在这一段呢，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控管。我们先来看一下 AI 面临的资安问题有哪些。我们整理了3大点，一个是存取权限控管，就是大家都会担心说，我现在 AI 可以做到跨系统的查找，那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机密资料就外流出去了？以及就是网络存取端点控管，我的员工常常往外跑，那在这过程中会不会我的资料流动的边界没有守好？那最后就是我要怎么样去查核我的员工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的合规性？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Google 它在企业客户上面的6道 commitment， 这个也是我们在跑客户的过程中，客户第一句问我的话就是 Google 会不会拿我的资料去做模型训练？那我们看一下它的6大承诺，第一个就是资料权永远都是属于客户的，而非 Google。那 Google 它也会严命的防范他们自己的内部人员去存取非授权的资料，那也不会把你的资料卖给第三方，甚至不会拿来训练模型或是作为广告用途。那在技术方面呢，我刚刚提到的 Gemini Enterprise 它是一个开发好的 SaaS 服务嘛，所以它是直接按在 GCP 的 project 里面的。那这也意味着就是你的资料都是在你自己的环境里面可以去做管理。那 GCP 它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云端平台，所以它在这个云端平台上面都有非常完整的 IAM 的权限，你可以去做到一些身份的存取的管理。那还有像我刚刚提到的，你去嫁接一个新的资料源，它都会直接就是同步你原本资料源的 ACL 政策，它会直接去同步你原本就是像是如果说我今天要去串接我的 Azure 的 SharePoint， 它会直接去同步我在微软那边设定好的权限。那在边界防护上面呢，就是 GCP 它有很完整的 VPC 的 control 的机制，你可以就是针对机密资料去设定说它只允许在你自己受信任的网络内来去做到流动。那更进一步就是 data 保护的部分，因为是 GCP 平台嘛，所以它也有非常完整的 log 机制，可以让你去做到查核。那它也很鼓励你去做到密钥管理，你可以去在上面管理你自己的私钥，来去做到更进一步的数据加密。那在监控与合规上面呢 ，Google 更不用说，它是全球首家，也是拿到最多认证的一个 AI 平台。那像是它有拿到 ISO 27001、SOC 2、SOC 3，那甚至是更受到高度监管企业看的，像是金融业的 FedRAMP 跟医疗业的 HIPAA。那这都代表什么呢？它已经具备好进入这些受高度监管产业的一个通行证，所以企业它不用再自己去撞墙试错了，它可以就是非常的安心的导入 Google 提供的相关的一些 AI solution。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我这边就用我们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盖亚资讯在过去的经验中，我们得出了一个顾问式4阶段的导入方法论。我们在 AI 导入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很鼓励大家就是分阶段的导入，然后由小而大，不要一开始就求大而全。那在第一阶段，我们就在协助客户做评估与蓝图，我们协助你们来去就是定义好你们的 ROI 跟成功的指标。那在第2阶段，我们就会协助企业用户来去做到相关的建制，还有一些环境的设定跟一些资安的防护。第3阶段，我们就来去帮你们去验证说，这个过程的成效量化是什么？那如果说成效好的话，我们就是到第4阶段来协助你们做更具规模化的导入。那在这整个过程中呢，我们盖亚都有提供724的托管维运和我们的顾问来去协助你们做到 AI 的转型陪跑这件事情。
毕竟 AI 的转型，它不是买一个软体就可以结束的事情，它算是一个长期工程。AI 也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演化。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不断的就是协助客户来去做到产品的尝试啊，那环境的调整。那这一套方法的最佳实践者就是我们的和泰汽车。那和泰汽车大家也知道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团，它旗下有 iRent、有 UC、有去。那可以想象到说，他们这些就是部门有多的系统，然后呢，每一个系统他们甚至都是自己的一个资料孤岛，而且他们自己的资料又都是非常的高度敏感的，所以他们在企业内部其实是禁止使用公开的 AI 服务的。那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就是协助他们导入 Gemini Enterprise 这个方案。那在第一阶段，我们就是协助他们做到他们的需求跟环境的评估，我们去厘清了他们的现有环境遇到的瓶颈是什么。那第二阶段，我们就帮他们做到系统的整合跟建制。我们成功的就是不搬移任何的资料库，直接就定把他们的资料转型为 AI 知识库，就是用我刚刚说到的 Gemini Enterprise Connect 的这个功能。那再到第三阶段，我们就协助他们就是分批的去做到试点验证这件事情。那现在今年他们已经做到全员导入了，那成效也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直接看数据，就是客户很贴心的帮我们去整理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数据，就是在不管是资料整理效率还是资料搜寻效率上面，都已经大幅提升了50% 以上。那这个带来的实质改变是什么呢？他们有跟我们回馈到说，他们的员工现在不再花时间在低价值的产出上面，而是更专注于更高价值的策略思考。那截至目前，他们已经有差不多70% 的员工已经完成了 AI 赋能这整件事情。那他们今年的计划也是在他们集团内，就是包含一些什么像是和泰兴业、和泰联网等等的，去导入更多的 AI 赋能。那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那如果说对于一些 AI 转型 solution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搜寻我们盖亚资讯，我们都很愿意来提供你们相关的资讯。谢谢大家。然后谢谢李金凯的分享。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下一个讲者，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 LinkedIn 出海销售解决方案大中华区业务拓展总监 Ebony， 请大家掌声欢迎他。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kedIn 的 Ebony， 很高兴今天受到安石以及 Elias 的邀请，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先介绍一下，那我在 LinkedIn 8年的时间，然后呢，其实我们 LinkedIn 负责整个大中华区，就是香港、台湾的业务呢，其实是备在香港跟新加坡，所以其实我本人是备在香港的。如果未来大家有机会来香港玩，可以欢迎来 LinkedIn 参观我们的 office 在铜锣湾。然后呢，今天呢，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说 LinkedIn 呢，我们在B2B 这一块，因为今天是就是安石是 specialize in B2B lead generation 的嘛。那我 expect 今天大部分的就是人应该是在 B2B 领域大家有 LinkedIn profile 的，帮我举个手好吗 ？OK，that's great，that's great。我看到就是2/3以上大家都有 LinkedIn profile。那it's set a great foundation for 我们今天的 sharing， 因为我们今天就会更多去讲说 LinkedIn 在 AI 的部分，我们有什么样子的 solution 可以帮大家更精准的找到我们的客户。那首先呢，字可能有点小，就是我想要先带大家看一下，说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这些高价值的 B2B 企业现在的一个行业的情况，以及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首先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台湾在这整个就是因为 AI 啊、半导体啊、晶片等等，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跟供应链，所以其实呢，我在这几天在跟我客户在拜访台湾客户的过程中，其实听到的几乎都是大家的生意非常好，供不应求。但是同时呢，他们也更想要去开发更多高价值的客户，想要在就是这个竞争中取得一个比较领先的市场地位。那目前呢，在一些传统的，甚至是比如说制造业的 B2B 开发，其实有3个主要的痛点，在我们观察一些可能在这个行业里，第一个就是说，以往大家可能就是会用很多不同的开发形式，或者去参加展览。那在参加展览的时候呢，第一就是
我们不太确定去展览的人，其实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人。因为其实呢，现在很多 global 的展，那其实可能很多 event 是可能 Computex、CES， 就是可能去的有一些未必都是最高阶的主管，或者是可以做决策的人。那所以呢，相对于来说呢，未必我们就可以达到核心的决策层。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陌生的开发，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工具，那这个市场也比较参差不齐。那很多时候陌生的开发呢，比如说我们投到一些 @info 的邮箱，或者是说我们去找到一些就是我们想要的公司，但是我们很难直接的打进去找到相关的人。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台湾企业呢，当然我觉得这个点是在进步，但是有一个点还是我们台湾企业呢很会做。但是不是那么会说，这个是在进步的。就是说，我们的产品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的品牌树立，特别是在 B to B 的这一块，其实呢还在一个发展的阶段。所以呢，那 LinkedIn 的角色更多的就是帮助企业在 B to B 的这一块去树立一个我们更好的企业的品牌。那所以今天呢，我会更多跟大家去分享说，就是我们在这个数位的 digital trust 的 era， 我们怎么样在 LinkedIn 上去建立我们的品牌，以及我们的就是产品可以怎么去更好的帮助大家。首先呢 ，LinkedIn 呢是全球最大的 B to B 的专业职场的社交平台。我们在全球呢有超过13亿的 members， 在200多个的国家。大家可能以为欧美是不是 LinkedIn 最活跃的区域？其实是啦，但是呢，我们看到疫情后呢，很大的转变，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新兴的国家，像是东南亚，然后中东、非洲，我们很多客户都在这些区域呢，engage 到他们想要的客户。因为呢，疫情的原因，很多企业就没有办法去海外参展，所以呢，他们就更加习惯的把他们的就是 marketing 很多 activities 放在 online 去做。所以其实现在的趋势，大家也更加习惯的在 online 去谈 B to B 的 deals 啦，或者去 engage 相关的客户群。那在 LinkedIn 的数据里面呢，我们每7个人里面呢，就有1个决策人。而且 LinkedIn 的 users 呢，在调查中显示是普遍的互联网 users 收入的2倍。就相对的，我们有更多的决策人，以及是比较 professional 的 workers。然后呢，在它跟其他平台的差异，其实最主要的是它的专业性。因为首先，大家熟知 LinkedIn 其实都是作为一个求职的平台嘛。那但是呢，正是因为大家想要被企业去 target 到，就我想要去工作企业，所以呢，我们在上面的数据都是 first hand data， 就是会员的第一手的资料，是他们去 update 他们自己的公司职位。那我们的数据发现呢，就是比如说欧美的人，他们大概在换工作的1个月内就会去 update 他们的领英。那他们在一些 relatively 可能相对保守的国家地区，比如说我们台湾啊，或者是说一些像日本、韩国，可能大概是在3到6个月内。然后最后的就是 LinkedIn 的这个 trust 也是 among 所有平台，我们被 Business Insider 连续8年评为最可信的社交媒体平台。那我们也有非常严谨的团队，在美国跟印度是每天会去 block 掉一些可能是重复注册或者是共享的账号等等。所以在 LinkedIn 呢，我们是 make sure 都是真实的人以及真实的内容。那我们对平台的监管是非常的严格的。好，首先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讲 B to B 业务开发嘛，跟 marketing。那我们其实呢，想要给大家引入一个是 Sales Navigator， 就是我们 LinkedIn 3大平台线的其中一条。那它其实呢，首先本身的 LinkedIn 呢，它更多是一个求职交友的平台。但是呢 ，Sales Navigator 呢，它就是专为 B to B 公司而设计的一个用 LinkedIn 的数据来找到你要的客户的一个业务开发的平台。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版面，但是数据全部都是 LinkedIn 的。然后呢，因为 LinkedIn 呢，如果普通的 LinkedIn 你去加不认识的人，会有很多的限制，因为它更多是用来求职交友。可是呢 ，Sales Navigator 就是你可以 access 到 LinkedIn 13亿的 members 里面的所有人，而且呢，我们有超过50个的 filtering， 可以让你找到具体公司、具体部门。比如说，你今天要找 NVIDIA 里面的采购部门的就是总监，那其实你就会看到说 overall 来说有多少的人。好，
这个部分我就很快跳。首先呢，我想要去讲一个比较，就是我们在 AI server 跟 high end ICT 这个部分，我们有多少个人？在这个可能比较小，但是大家看到呢，如果我选取这几个相关的行业，在 LinkedIn 呢，这里是有一个3个 million 左右的公司。然后呢，再往下，你看到这些 AI server 领域的高管们，其实在 LinkedIn 包括就是黄仁勋，然后或者 Lenovo 的 CEO， 其实大家都非常活跃的在 LinkedIn 去分享他们参加的活动、行业的信息跟内容。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以为就是只有销售在 LinkedIn 上活跃，其实不是，很多的采购工程师等等，其实他们都会去分享他们的 event， 包括呢 CEX、ComputeX 这些像采购 supply chain 的人。他们其实都会去分享他们去的一个成果，以及他们去参加的东西。那所以呢，我想要分几个场景，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台湾这边就是一些做的相对来说在 B2B LinkedIn Sales Navigator 这边做的最好的一些客户吧。那接下来呢就是几个场景，第一个呢，如果我们可以去 filter AI server， 比如说我现在找美国 AI server ICT 相关的。那以往呢，你可能不确定你可以找什么样子的人，但现在呢 ，LinkedIn 的 AI 功能，就我们的 Account Search 可以直接帮你 filter 到筛选在指定国家地区的人，然后呢，这个 results 就会直接出来。然后呢，如果你现在知道说我要找这些公司了，但是我不知道找哪些是 decision makers， 那你也可以直接呢通过 Lead Search 的部分，然后呢去穿透企业的架构，通过我要找采购工程师里面的 CXO。决策人，然后就可以直接看到所有的人在这里出现。还有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通过 AI 呢，你可以找到指定公司里面的负责人，并且看到呢他们跟你们企业之间的互动。就比如说你找到，那你可以看到 NVIDIA 本来有49000个员工，当我 filter 了特定国家地区的人之后，其实就只剩下800个人符合条件。那你还可以进一步的筛选哪一些是跟你们企业有互动过、看过你们的页面一些比较 warm 的人。那还有一些 AI 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呢可以让你们去上传你们要找的企业的名单，然后呢它就只需要企业的英文名，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去匹配，然后呢告诉你说这个 engagement level， 就是说这个企业跟你们公司的 LinkedIn 页面之间的互动。还有呢，去帮你推荐你设定的相关的，比如说我要找工程师部门、采购部门，他会给你推荐一些容易回复的一些比较 warm 的决策人。那最后几个场景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精准的把握破冰的机会。如果你在 LinkedIn 上找到 OK， 我知道是这个人了，但是呢，我不知道他的需求。那我们的 AI 功能呢，有一个很厉害的点，就是你只需要把你的网站放到我们的 LinkedIn 的这个上面。它会直接帮你了解说这个公司，因为我们现在的 model 用的是 Microsoft 的 Copilot 跟 ChatGPT， 所以呢，它会用最新的数据去搜很多当地的 reliable 的网站、公司的官网、投资人的网站，然后呢，告诉你这个企业对你们产品的需求。所以呢，你只要换一个不同的产品，它其实就会给你这个公司不同的需求。那其实 B to B 呢，就很容易知道说这个客户对我有什么样子的需求，然后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的告诉你这个企业哪一些人跟你们公司的 LinkedIn 页面或跟你们的官网有过互动，那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最 warm 的那些了解你们品牌的人。然后我们还有就是 AI 的功能呢，就是可以帮助就是给到就是发一个链接，那这个生成个链接可以放你产品的信息，然后呢，你就可以追踪这些人不需要写任何的资料。只要他后台是有在 LinkedIn 登录，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所有的活动。就他每一次点你的资料 ，even 他不回复你，或者说我有个客户，就是他转手给了他 CEO， 然后他 CEO 进来看这个 link， 我就看到他 CEO 的 LinkedIn profile，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找到他。所以呢，我们这些功能呢，其实就是更好的帮助 B2B 在每一个 step 里面了解用户的需求，以及呢，更好的找到那些有针对性的客户群体。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literally 是这个月新出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更新我们的产品。那就是说，我们只需要通过一键你点出来，就可以找到所有在过去30天去到过你 LinkedIn 页面的所有的人。
那这一些呢里面就非常多，就是你 potential 的买家，那我们就可以去在里面再进一步 filter 相关的这些决策人员，这些相对应部门的人，去找到他们进一步的 engage。那这些人因为他们看过你们的 LinkedIn， 所以他一定是更 likely 去跟你们进行一个对话以及回复的这些potential 的买家。好，那其实呢，今天我介绍的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时间有限。那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多 AI 的功能其实都是就是属于我们企业的服务啦。就是大家如果之前曾听过线上的这个 Sales Navigator， 其实呢 AI 的部分现在目前还没有在线上可以去用。所以呢，刚刚提到的更多其实就是需要跟 LinkedIn 的企业团队去进行一个就是询问。那 anyway 大家可以 connect 我 on LinkedIn， 如果你有 LinkedIn profile， 那未来有 LinkedIn 的问题呢，就可以随时沟通交流。谢谢大家。好，谢谢Ebony精彩的分享。如果等一下有关于 B2B 海外业务开发问题，也可以在稍后的 Q&A 提问。那接下来的话，让我们邀请塔图科技的执行长杨长峰 Tabby，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塔图科技执行长 Teddy。然后我想问一下，在座有任何是中小企业 CEO 跟 Co-founder 的，帮我举个手好不好？不多，真的，自己中小企业 CEO、Co-founder。好，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今天要带来我们自己公司导入 AI 的4个步骤，然后会非常的落地实务的经验，然后。刚刚虽然举手 CEO 不多，但是假设大家都是因为对 AI 议题有兴趣来到现场。过去这1年有非常严重 AI 焦虑的，帮我举个手。也不多，好，大概有2、3位，就是看到每天有非常多的 AI 的资讯，我自己在过去这1年非常的焦虑，每天看了这么多，有这么多 AI 的新的工具，而且这几乎是。每个月都有非常重大的新的工具的那个落地，那我一直在想怎么办？我们公司到底要怎么样跟上这个浪潮？我们公司的产品到底要怎么改变？然后直到了1、2个月前，那我们公司真的在 AI 整个落地、跟导入、跟产品的产出都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然后我今天想带来这段历程的分享。好。那 AI 它其实我认为有4个阶段，跟刚刚前面盖亚资讯介绍的非常的类似。那第一阶段主要就是问问题，那第2阶段主要是把它变成一个个人的工具的效率提升的那个工具。那我今天把这个4个阶段完整的介绍，但是我今天的重点会主要放在第3阶段跟第4阶段。如果你跟我过去这半年或1年有一样的 AI 焦虑的话，第3阶段跟第4阶段会帮你解决到底我们的 AI 焦虑是来自哪边，跟我们怎么看待这样整个浪潮的改变对我们公司造成的影响。那首先第1阶段就是刚刚讲的，我们大部分大概从3年前 ChatGPT 出来，我们就把它当成更好用的 Google。那当然也可以使用 Gemini， 当然也可以用 Perplexity 之类的工具。那接着在1年多前，大家开始想说，我 AI 不只是问工具，不只是一个问答的工具，它应该可以帮助我工作的效率提升。于是从1年多前开始，有很多的skill 的那个应用。那在座。有自己开发过 skill 的，帮我举个手好不好？或者有听过 skill 的？好，大概这个有多一点的，有1/3。这个大概就是在第2阶段，我们开始公司帮每一个人去买 AI 的工具 ，Teams 的工具譬如会买 Cloud Code 就是那一个RD 很爱用的，然后当然也有使用 Codex， 然后今年 Google 出来了，那。开始每个人都开始有想法，我怎么样用一些 skill 加速我自己工作的效率？那时候就会连接了很多的 connector，connector 那个包含最基本的一定有什么 Google Drive 啦，或 email 啦，或者 CRM 的工具。那
从这边开始，就是我非常严重的焦虑开始的时候，大概就半年多前，我发觉我的公司的员工每一个人都开始做了一些 skill， 做了一些 connector， 好像每一个人的效率提升了，但是公司的效率没有增加，完全没有，我也不晓得怎么办。然后呢，每一个人产出非常的不一致，然后甚至面对同一个问题，同事 A 说有效果，同事 B 发现没有效果，因为同事 A 用的 skill， 他的版本分享给同事 B 以后，发现2个问题：第一个，资料源缺的不一样；第二个 ，skill 版本还不一样。同事 A 用的，后来发现哦，不对，我这个里面还有加 skill A 跟 B， 你只用了 A， 所以你最后出来的结果不 work， 因为你少了那个 skill B， 麻烦你跟同事E要一下。所以在这个时候，大概就半年多前，我觉得这样下去，我每天的焦虑感越来越深，就是同事的效率在增加，可是公司的效率一点都没有改变。好，那接下来就会开始谈到第3阶段工作流的整合，怎么样让公司有统一的框架、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资料流、统一的产出，这才会让整个公司内部，因为有了 AI 的工具，整个产生公司的效率的增加，这是第3阶段非常非常重要的。从这边开始，我才开始感受到，哦，我 AI 的焦虑降低了，我公司未来在接下来可能10年、20年的 AI 的浪潮里面，我开始觉得，我们公司应该不会被抛到就是被抛到后面的那一个公司。我们开始知道要怎么样追上这个 AI 的进步的速度，然后最后，现在开始很多人在谈，怎么样真的开始打到一个由 AI native 创造的公司。那我今天的分享主要会在第3跟第4。好，这是前面刚刚讲的遇到的问题。从第1阶段3年前，把它用当做 Google 在更好的 Google 来问问题。那当然 Google 的 Gemini 也非常好用，我们公司也是那个时候就全面使用了 Gemini。然后接下来开始每一个人做 skill， 做 connector， 然后我发现公司的效率并没有因此而增加。直到第3阶段，我们公司本身是一个网络广告公司。网络广告公司，我们每个月大概有200-300个客户在上线，我们非常多的提案要做。那我们每天在做这些提案的时候，不外乎是几个工具，就是说，像品牌声量、KOL 的名单、广告素材的分析、广告报告。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有在做广告的话，就会知道。这些资料来自各个的资料源，然后每一个都有一个 NCP 要把它接起来，然后包含我们自己的 CRM 跟 ERP 的资料库里面，这些我们发觉说，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怎么样把这个全部的资料给串接起来。于是我们做了这个 HAC Harness， 把竞品分析、品牌分析、KOL 轮廓报告、素材分析，全部都做成了一个 agent， 而且是公司统一部署、统一 skill， 所以以后的那个同事加进来、新人加进来，我们不用告诉他你要安装哪些 skill， 公司统一都安装完了。然后我们接了40几个 NCP， 也是公司统一把所有的 NCP 都接完。接完以后，大家就可以把它无脑的用，像 ChatGPT 这样把它用起来。我们总共有3层架构。有 customize， 还有 skill， 还有 tool 就是 NCP，skill 还有客制化的部分。这3层架构，我们同时要服务100多个客户。那而且我的客户来自马来西亚、跟印尼、跟日本。于是我们在过了第3阶段以后，开始想，那我这样的一个 HAC Harness 的产品，怎么样从第1天开始把它变成 AI native？那我那时候看到一个很好的案例，他是这样说：在蒸汽机发明的时候，纺织产业的效率并没有大幅提升，因为蒸汽机发明的时候一样，每一个单位的员工他的效率增加，但是整个公司的效率没有增加。
直到哪一天解决？直到有一个新的纺织厂，它从 Day One 开始就用蒸汽机的原理重新设计整个产线，公司的那个整个流程问题，应用新的流程才解决了效率的问题。所以我们也用那个刚刚讲的 Agency Harness 那个产品，我们重新设计了整个公司的工作流。从 Day One 开始，你要想我们要服务100多个客户的客制化。来自马来西亚，来自印尼，我们从 Day One 开始的 FDE， 我们就是机器人，没有任何员工介入。FDE 透过 Line 进到马来西亚、进到台湾、进到印尼、进到日本的客户里面，把客户的需求收进来。FDE 拿到需求了以后呢，里面是多 agent 开发，有工程师，有 PM， 有 RD leader， 有测试，每一个都是 agent。然后这些 agent 开发了以后，最后由我来审批哪些可以上线。在这边这张图还少写了一个最重要的，每一个流程都有进到公司的大脑，像 Obsidian 那样的装置，它就是一个特殊的 wiki。那每一个客户的反馈，甚至 agent 的反馈进到 wiki 了以后，它一直 run， 会越 run 越聪明。有了这个 wiki， 它以后会知道哦。客户讲这些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开发，然后这样多层的迭代了以后 ，RD 会知道 ，RD 的 agent 会知道，一接到了这样的 ticket 该怎么开发。经过多层的迭代了以后，最后测试还有上线的 agent 也会知道说，到底怎么样去部署才会解决这些客户的问题。所以从 Day One， 我们这个产品就做成了一个 AI native 跟多国开发。所以，从第3到第4阶段，其实我们就是站在同一个基础上，我们做了这样的产品，它可以自动化工作流，然后重新打造整个公司的工作流程，从第一天就开始想要面对多国市场，纯 agent 的去完成整个公司的工作流。好，所以这个是最后做到的3、4个事情，从第1阶段、第2阶段、第3阶段、第4阶段。到了这边，我们的 AI 焦虑才开始降低。然后到了这边，我们知道公司未来的长相应该是怎么样。最后就是我们刚刚的 Agency Hunter 产品是 Open Source， 这个欢迎大家去下载，它可以解决你行销所有的自动化的工具都在里面。当然需要接我们的公司的 Connector， 但是也欢迎可以接自己的 Connector。所以这是最后我们 Agency Hunters 的 Repo， 大家可以公开出来给大家，如果有行销自动化的话可以使用。今天的分享希望有解决大家的 AI 焦虑，谢谢大家。谢谢 Teddy 精彩的分享。好，那接下来下一位讲者的话，我们即将邀请 Inspire 安石国际 Growth Marketer Lucy， 她将跟我们分享真实的市场开发案例和实战经验，请大家掌声欢迎她上台。大家好，我是 Inspire 的 Growth Marketer Lucy， 负责 Inspire 的成长行销还有 AI 转型策略。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如何用 AI 去放大 B2B 行销的影响力。开场，我想先说明一个概念，请大家看一下你们眼前的这杯气泡饮，非常的清爽，很适合大热天来一杯。那气泡饮呢，通常有2个关键的元素，第一个是基底的饮品，那第2个是上面的气泡水。气泡可以带出基底饮品的香气，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更有层次感，更好喝。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基底本身就很难喝的话，你加再多的气泡，它也不会变成一杯好喝的饮料。而 AI 呢，就像我们上面加的气泡水，如果我们 B2B 行销策略的基底是对的，那加 AI 呢，可以帮我们放大成效。但假如说我们本身的策略就有很多错误的话，那它只会放大更多错误而已。那对于 Inspire 来说，我们的基底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 Inspire。我们是台湾B2B 商机开发领导品牌。
那过去24年，我们服务 Fortune 500 companies， 像 Oracle， 然后还有快速成长的新创，去辨识还有精准连接他们的企业客户。那这些呢，都是由我们的 B2B 商机开发团队，里面有70位 SDR Sales Development Reps， 每一位有大约7年的跨产业业务开发经验。那他们累积的不只是专案的数量，或者是业务开发电话的数量，更是对跨产业的知识，还有对决策者的理解，还有敏感度。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跟产业标准相比，他们更擅长于精准触及 B2B 的决策者，而且呢，他们在从对话到预约业务会议的转换率是市场平均的2倍以上。那从我们庞大的专案执行中呢，我们也整理出一个基底的数据给大家参考。那我们市场数据范围呢，包含我们去年2025年执行的大约200个 B2B 商机开发专案，其中包含与78000个 B2B 决策者的对话，还有从中产出的6万笔 B2B 商机。产业范围涵盖 SIC 产业所规划出的10大产业，像是农林渔矿、建筑、交通、服务、公共行政等等。好，第一个数据，找到决策者。我们需要执行多少个业务开发的电话，可以触及到1位决策者呢？大家可以看这个灰色的线，平均来说，我们需要3.9个 outreach 可以触及到1位决策者。那当然，如果你的目标产业不一样，难度也会稍微不同。像这边制造业跟零售业要4.1个 outreach， 比较难一点。那假如说你要接触公共行政啊或政府部门，3.4个就可以了，稍微简单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目标市场在哪里。那接下来我们找到决策者了，我们想要跟他进一步预约业务会议。以我们的经验来看，每触及17个决策者，我们可以成功和1位决策者预约会议，所以稍微难一点。假如说呢，我们今天不是要约会议，是要请他来我们的活动啊或研讨会，我们客户的活动，那平均每接触14个决策者，会有1位出席活动。这里讲的是出席，就他人有到，而不是报名而已。那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看到一个趋势。其实呢，要触及到决策者是相对容易的，跟他开启对话是相对容易的。但是从对话后，要把它转换成下一步的会议啊，或者是活动参与，会需要更多的努力。那假如说这是我们基底的数据，这是我们的现实。虽然我们的商机开发团队呢，已经比市场平均的转换率高了，但是对话到会议的转换率困难这件事还是存在的。那 AI 可以帮我们放大什么？AI 可以帮我们放大对话的成效，还有转换的速度。怎么做呢？AI 可以先帮我们去预热市场，它可以在我们真人和决策者对话之前，先让对方对我们有基础的认识跟信任。那真人在对话的时候呢，就可以省掉要自我介绍啊，或者是说服对方为什么要相信我这些功，专注在建立关系，还有推进到下一步的转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Anspire 发展出了一个 AI 结合 ABM 的信任阶梯。那 ABM 我这边解释一下，是 Account-Based Marketing， 就是针对特定的目标客户，去持续且深度的对他们做行销。那我们的阶梯呢，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是相关性信任、品牌信任、熟悉感与互动，最后呢是真人对话时的人际信任。那接下来我一一拆解。相关性信任这边的重点是，
我们真的有找到跟我们的产品的需求有相关性的公司吗？有点难理解，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开始。假如说我是一个女生，我没有长胡子，然后我今天收到了一个 email 告诉我，这个刮胡刀超棒的，可以把我的胡子刮得很干净，所以赶快来买。对我来说，不管这个刮胡刀多好，它对我来说就是个 spam， 我会把它丢到垃圾信，甚至我会觉得这封信非常的可疑，没有信任感。原因是这个产品跟我的需求之间一点相关性都没有，所以呢，相关性在建立信任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怎么建立一个需求跟我们的产品有相关性的目标公司名单呢？第一步是辨识理想客户档案 （ICP）。我们可以用一般常用的基础筛选条件去筛，像是产业啊、公司规模啊、营收啊、地点、国家等等。不过筛完之后呢，它还是相对有点广，我们可以再把它收敛一点。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购买讯号来收敛。购买讯号呢是那个微小的 sign， 告诉我们这些公司有可能对我们的产品更加有需求。其中包含第一方行为讯号，比如说对方有来造访我们的网站，下载我们的白皮书，代表他有兴趣。那第三方信号呢是，比如说他有在使用我们竞争对手的产品，代表他在这一块是有需求的。第三个是公司动态讯号，他有没有在新招募团队啊，有没有参展啊，有新的资金，都代表他正在成长，他可能正在找新的 vendor、新的工具。最后一个是人际互动讯号，通常在活动啊，或者是有会议的对话中，透露出他可能需要产品的讯号。那现在我们有了讯号，还有 ICP 之后，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目标公司名单。那这个是我们常用的工具。这边有人有用过上面其中一个工具，可以帮我举手吗？哦，好，没有很多，那没关系，我等一下会一一解释。那第一个是企业资料库，像 Apollo， 还有刚刚 Ebony 说的 LinkedIn Sales Navigator， 然后还有 Clay。那另外呢，就是我如果要找对方有没有用竞争对手的科技产品或软体，我可以参考用 BuildWith 跟 TheirStake。那其他比较特别的购买讯号呢，我们就会自己去客制 AI agent。那像 Google 上面有蛮多 API 可以去帮我们建造这个 agent 的。好，那我先从 Apollo 开始说。Apollo 是一个企业资料库，那你在上面有很多基础的筛选条件，像是产业啊，然后公司地点，然后员工人数等等。那 Sales Navigator 它一样有基础筛选条件，但它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公司有没有在招募的讯号，这边就可以筛出来。TheirStake 就是帮我们去看对方有没有用我们竞争对手的产品。那假如说我的竞争对手是 Salesforce， 我输进去，那就会出现他们的客户名单。再来是其他购买讯号，这边我用一个我们客户的案子来解释。有一个美国州的贸易办事处，他们其实他们可能有点搞错什么，因为呢，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说，告诉我哪一些公司明年会投资美国，在美国设厂。我们听到的时候都觉得哪里怪怪的，他好像以为我们是算命师，他好像希望我们去预测未来耶，这怎么可能？但在 AI 的帮助下，也许这真的有可能。于是呢，我们做了一个 AI agent， 它叫 Sherlock， 它长这样，它是我们的小侦探。我们一开始呢，先给它一个比较广的制造业的名单，的公司名单。那 Sherlock 到每一家公司的网站，还有去搜寻媒体跟新闻，找找看有没有资讯说他们正在扩展美国。他甚至呢到美国的市场平台 Amazon 或 Walmart 去找有没有贩售商品，
还有呢，他到商标注册的平台看这些公司在美国有没有注册商标。收集完这些资讯之后呢，他就开始进行分析、预测，最后生成美国市场的信心分数。我们的商机开发团队就用这个分数来过滤原始的名单，我们过滤掉33%个没有相关性、没有要去美国的公司。最后呢，联系到的所有公司中，85%确定他们真的有要扩展到美国市场。所以在 AI 的帮助下，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开始做算命。好，那我们有了一个具有相关性的公司名单之后，我们就要和这些公司建立对我们的品牌信任。那这里的重点就是让对方知道我们是谁，为什么要相信我们。我们用的方法是名单型广告，就是把这一些我们刚刚定义出的公司名单上传到广告平台上面，然后对他们持续做广告，不对其他人做，就对他们做而已。那有很多平台都可以做这件事情。若是以 B2B 来说的话 ，LinkedIn 跟 Google 是我们最常用的。那当然，你的受众的特性呢，也可以参考像 Meta 或 X。好，那广告的内容，这里的重点不是要卖他我们的产品或服务，而是让他认识我是谁，为什么要相信我。所以内容可以是我是谁，品牌的内容，我们的产业观点啊，我们的品牌故事，或者是我们近期举办的活动，让他知道我们非常的活跃。那让他相信我们是谁有2个层级，第一个是相信我的产品跟服务可以为他带来价值，那我们就可以放一些 case studies 客户和案例或者是成效数据的内容。另外一个是社交层面的信任，就是我是个正常的品牌，我不是怪人，我有朋友。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放一些产业合作啊，你的合作伙伴相关的内容给他看。好，前面对品牌有信任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到下一步更个人层级的熟悉感与互动的信任。那这边呢，我们就是要用多个接触点去降低决策者和我之间的陌生感。先给大家看一个国际陌生开发的基准数据，你们可以看到这一边是所有陌生开发的管道，中间呢是会议的转换率，然后这边是预约到第一个会议业务会议所需要的时间。那这边非常的明显，可以看到最下面，我们用越多的管道，转换率是最高的，而且转换的速度最快。原因是多个管道的触及是在建立一整个信任的系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 Inspire 发展出了一个多管道触及自动化系统。那它其实非常复杂，我们这边可以看重点就好。重点是在于我们这里用 N8N 建了一个自动化系统，让它会自动去寄 email， 时不时寄 email 啊，然后还有 LinkedIn 去触及我们定义出来的决策者。这边给大家看一段 demo。前面呢是 email 的 campaign， 在寄完 email 的 campaign 之后呢，我们 N8N 这个系统会自动去收集它的开信率。那开信率大于2的话，对它来说就是一个有兴趣的信号，所以呢，它会把它丢到另外一个名单。那这个名单呢，里面就是很有兴趣的这些决策者，最后再把他们推到下一个 campaign LinkedIn campaign 去跟他们有更多的接触。好，那我们前面有系统有品牌信任之后呢，终于来到最后一步，就是人际信任，那也就是真人开始对话的时候。那这边呢，可能是你第一次跟他电话的对话，或者是你们已经有了会议。那这里的重点有几个，第一个是我们要去理解他的需求痛点，然后如果有非常多不同的窗口的话，我们要去识别他们的决策组成，谁才是真正的决策者，谁是影响者，谁是 user。再来呢是持续跟进，然
然后和他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如果他有任何疑虑或者是不确定你的产品的话，就马上去处理他的疑虑，这可以让他对你的品牌还有你快速的建立信心。那时间久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判断商机的成熟度，带入最后的决策流程或者是成交。那这边是我们的成功案例。Flow Coach 是一个 AI 企业领导力人才发展平台。那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呢，目标的市场是亚洲讲中文跟英文的国家，然后他们想要接触的决策者是像 HR 或者是领导力发展的决策者。那我们一开始先帮他辨识出4000个目标企业，相关性的目标企业。然后呢，在我们的系统执行下，我们产生了1800个互动数。在我们表现最好的 campaign 呢，最高的会议预约率高达16.7%。那大家记得我们前面真人 SDR 的会议转换率是多少吗？是5.88%。所以呢 ，AI 导入后，我们的会议转换率提升了184%。最后呢，我想要再回到我们最一开始气泡水的例子。对 Anspire 来说，我们的基底是24年的商机开发经验，还有真人的商机开发团队和他们的专业。那气泡水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信任阶梯系统，它可以帮我们放大对话的成效，增加转换的效率。所以，当我们人和 AI 握手合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扩大 AI 行销的B2B 行销的影响力。谢谢大家。那记得我们是你们的 B2B 成长伙伴。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简报，可以扫这个 QR code 下载，或者是活动后也可以来我们在 AI Taiwan 的摊位 M231来找我们聊聊。谢谢。谢谢 Lucy 精彩又丰富的分享。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进入到最后今天的 Q&A 环节，然后那请大家稍待片刻。然后后面也有大会准备 Reboot， 有需要的话可以取用这样子。我可以问大家 ，So， 这边多少人是你们的工作是做行销？然后如果我们加业务没有那么多 ，All right。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行销，所以一定要是大部分的人是行销的人。All right, well, please, speakers, come and join me.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fantastic speeches. So we have prepared a few drinks for y'all. So let's enjoy. And no, there is no alcohol in it. So, cheers. But 我听到你们的 speech 的时候，我看到很多 abbreviation， 很多 I don't know DTC APC， 如果我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 ，OK， 我有可能我用 Gemini， 我有用过 ChatGPT， 我有问他们一些问题，我这样子。可是你们那么厉害的东西，我还没有开始用。我可以问我们从哪里要开始？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做行销的人，可是我还没有开始用那么 agent 啊，我觉得我要在哪里开始用 ？Happening. Yeah, probably I can take this. 首先呢，就是刚刚问 LinkedIn profile 的时候，很多人举手嘛。
但是我不确定，如果我问说今天做 B to B 的你们有没有企业的 LinkedIn page 可以帮我举个手吗 ？OK， 还是有一些，但是不是全部 OK。所以我的 suggestion 给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是做 B to B， 一定要 create 一个 LinkedIn 的 LinkedIn page， 因为呢，它就是你的 B to B 的门面。就不管你是去 event， 你去展会，你认识新的客户，就像刚刚 Lucy 讲到，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可信的人，你是有朋友的，你是有 case 的，你是有客户的。所以你不管是收你的厂房也好，你的 product 也好，你的 certification 也好 ，start using LinkedIn，start posting something。然后就是 at least 可能大概我会建议可能至少1个礼拜有一个 post。然后一个比较好的频率可能是1个礼拜有3、4个左右，然后开始去建立在 LinkedIn 的 B to B 的形象，然后把 LinkedIn 的这个 QR code 印在你们的 brochure 里面，然后去宣传你们的 LinkedIn。因为其实如果你们去海外的展会就知道，其实很多大的厂商其实他们都会放他们的 LinkedIn， 所以其实就是有一个 LinkedIn page 开始经营，再慢慢的 marketing 经营起来，让销售一起去 on board。那这个是我会认为在 LinkedIn 大家可以去开始去尝试的东西。所以你说要开始 post， 这样子我要用 AI 的工具帮我 post 吗？这个 question， 因为呢，其实以前大家都很头疼，不知道要 post 什么。然后其实8年前我加入领英，我是先做的 marketing solution， 然后我看到非常多客户 post 的东西，就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 fancy 的产品的图片，就是很 technical， 然后也不好看，也很难吸引到注意力。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近年来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有 AI 的帮助。就是呢，我有一个客户，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就是他会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做 marketing 很多都会有一个就是 calendar， 就是你的 post calendar。然后呢，其实他们甚至会放一些网站行业的新闻，然后就是把这些数据，然后生成照片。然后所以他们就可以定期的就知道说 ，OK， 我今天礼拜3我要 post 什么，礼拜5我要 post 什么。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可以根据行业的资讯、你们的产品。所以我建议是我有穿插。那你这个穿插怎么穿插呢？你就可以把这个丢给 AI， 让它比如说根据你的官网，根据你的 case study， 让它帮你生成一些内容，那就可以大大节省大家的时间。Haley，你觉得呢？第一步是什么？那我这边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使用 Google 的相关的服务，因为 Google 都已经帮大家开发好了，像是刚刚提到的图文的生成，你可以用 Gemini， 那影片图影你们也可以用 Google 的 Nano Banana。那如果说你们想要更进一步做到一些 agent 的开发 ，Google 它也有很多的像是 No-Code agent 的开发的系统，可以让你们直接就是用自然语言的方式去生成各式文案等等的。Teddy， 你说你们开始用很多 AI 的时候，你觉得不一定马上有效率的，但你们从哪里开始？我这个时间点非常建议大家先开始学会打开 Connector， 因为 AI 绝对够聪明，现在啦，那你接上 Connector， 你会开始连接到自己的资料，然后你开始连上自己的资料，然后 AI 足够聪明的情况下，你会开始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然后你会开始持续用它，你会发现一直重复做一些事情，你就会开始想要，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 skill， 把重复的事情都固定下来。这时候你会发现 AI 开始进到另外一个层级，所以我建议从这边开始，任何的 connector 连上你自己的资料。哪一个 AI 模型绝对都足够聪明，是 Google 的 Gemini 也好，是 ChatGPT 也好，是 Cloud 也都可以。打开 Connector， 接上你自己的资料，开始重复。如果你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你就会开始碰触到一些 skill 的模组。那我觉得从这边开始，你会开始感受到 AI 的威力。Lucy？我觉得可以先从自己平常工作的流程看起。从我们工作的流程呢，可以看有哪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透过 AI 自动化去减少人工的成本的。那比如说像刚刚有讲的，在LinkedIn 发文做的 research 什么的，我们可以让 AI 去自己自动化，每周发展一个他想要的贴文，然后去帮我们写贴文内容，跟用Nano Banana 去做图。那这个是可以节省我们的效率的。
那另外一块呢，是我们用 AI 可以怎么帮我们本来的工作去更加的让它成效更好。那像我们前面有讲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定义理想客户名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工具去让它更加的精准。你们有什么东西你们要问吗？有什么问题？你们报名的时候有一些人有给我们一些问题 ，Lucy， 你可以帮他们问吗？他们害羞。好，好，有一位，我看一下哦，有一位参加者问说，如果一个台湾企业要打入国际市场化，那个环节分别要怎么处理？那这边我想我们可以先问 Ebony， 就是在针对欧美和东南亚的市场，你认为市场有哪些不同的特性？那怎么用 LinkedIn 的 AI 呢，去筛选出真的值得见面的对象？好，谢谢 Lucy 的问题。首先呢，在 LinkedIn 的市场上，我们确实会看到，亚太区的客户，比如说东南亚区的客户跟欧美的客户，他们的性质是不太一样。因为，比如说，因为欧美的客户相对来说，他们面临的选择也会更多，就是他们每天会被更多的不同的 brand 去打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比如说在做 LinkedIn marketing 的时候，欧美的价格明显比亚太贵了很多倍。那所以其实呢，欧美的品牌呢，就比如说美国区，我们其实这些客户会更注重你的这个品质，他们会更注重品牌的 trust。versus 可能东南亚地区，其实很多它的 deal size 更加的，就是比较快，它的 sales cycle 也没有美国区那么长，因为美国区的检测啊，各方面的 certification 要求也来得更高，或者是说对于品控的要求等等。所以但是呢，他们相对来说 deal size 就会比较大。那所以呢，在这个打法上，我觉得如果在 LinkedIn 去做，会有一点不一样。首先呢，我觉得是你要先搞清楚你的客群的痛点跟需求，这个很重要。那针对这样子的痛点需求，比如说如果东南亚的客户他们是走的比较快的，然后 deal size 可以缩短的，那其实呢，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你的价格优势，或者是说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等等这些东西需要 highlight。那我不知道大家呢，其实如果你们在用 LinkedIn 去 post 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针对不同的国家地区有不同的 post。因为我们很多 global 的公司，比如说 TSMC， 他们针对不同的美国市场或其他市场，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些团队在管理，所以他们可能针对美国区啊或者不同地区，其实他们也都有不一样的 offer 或者是产品，他们就会用这个东西去给出来，就是打到不同的地区，说我这个 post 只给在美国地区的人看或者亚太区的人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可以去做一些 diversification， 针对不同地区的就是这些客户的性质跟特性。然后那这个部分呢，大家一定是最熟悉自己的产品啦，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调研就需要大家在跟客户交流的过程中去，然后以及利用我们现在的 AI 工具去做更多的搜寻。然后其实呢，我想要很快讲一点，就是其实在 LinkedIn 上呢，你 even 是去 prospect 美国的客户或者是亚太的客户写的东西也不太一样。那我自己也是用到 AI 蛮多的，就是会去帮我调整这个文案的重点，所以我觉得呢，有大大帮助我们去找到对的客户，给到对的内容的一个便捷性，这样子。谢谢。好，谢谢 Ebony 的分享。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大家可能都会特别关心的问题，也就是治安的问题。那我想先问Haley， 就是从企业 AI 大脑跟云端架构的角度，有哪些红线，治安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机密资料的保护，我们可以透过 GCP 它非常成熟的平台来去做到这些控管。但是我们在AI 的使用上面，现阶段我们还是会建议，就算 AI 再方便、再怎么样的有效率，我们还是会建议用 human in the loop 的方式来去导入 AI， 就是在进行到关键决策的时候，还是要有人类的介入来去做到最后的决策跟审核。这个是我们现阶段还是会这样建议的。谢谢 Haley。那对于今天几位的讲者都非常精彩哦，让我们印象深刻。
看到年轻人这么努力在推动 AI，感到非常的开心哦。那个我有一个请教了哦，过去企业在导入 ERP 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工作或者职务叫 consultant， 这 consultant 到企业去帮他们做 ERP 的 transformation。那我们现在面对 AI 的转型，刚刚 TED Talk 的，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所谓的 AI 焦虑症。那我们企业现在也面对 AI 的焦虑症，有治安的问题，有刚刚你讲要把 connector 打开的问题，一些 agent、一些 skill 的 connection， 团队里面各发各的 agent， 好像面对一样的焦虑。我想请教就是我们在各位不管是从 Google 或者是从那个 LinkedIn 或者是从 TED Talk， 这一位我就比较念不出来。那你们有没有一个了解说有没有那种公司或者那个企业或者那个 consultant 可以到一个 enterprise 去，当他面对 AI transformation 的时候，类似 ERP 的 consultant 那个角色？谢谢。那这部分像我们有提到，我们盖尔资讯有提供我们的顾问的导入。那我们在顾问导入上面，我们有分4阶段的方法论。那每一个阶段都会依照企业内部的需求跟环境来去帮你们做到客制化的计划的规划和执行。对，没错。对，我们在不管是 Google 还是云上面各种 AI 技术服务上面，我们其实都有培养非常多的资深的顾问技术，可以来协助企业用户来做到 AI 转型这件事情。Katie 这边。现在其实很多的顾问，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在做的叫做 FD 前端部署的工程师，那就是希望说 AI 的产出可以做到100%落地可以用。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有问到一样的问题。过去 ERP 的顾问它是一整包，它导入的时间非常的长，而且会让那个导出的结果大家预期也比较久。但是现在在 AI 的时代，把 ERP 每一个单独的任务可以拆成一个小的 task， 然后这个小的 task 在一个 agent 化导入之后 ，FD 帮你做，可以做到100%的落地产出。那现在是现在业界导入的显学，所以呢 ，ERP 可能它不会一整包的导入，而是逐步的里面的一的小功能慢慢取代变成 agent 化。那现在已经很多厂商会派 FD 到厂商那边，把每一个 task 切出来以后，完全 agent 化到最后的落地产出。这个是现在业界有在提供的方式。好，我们谢谢刚刚的提问。那我们因为剩1分钟，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来自一个中小企业的轮胎店，我比较想知道是导入 AI 系统这个东西，公司前端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或哪些资料，或者是说我必须把所有的资料变成网络系统化，它才能导入，还是说其实纸本化它就可以做导入 AI 系统这个东西？对，谢谢。以刚刚提到的 Gemini Enterprise， 它就是已经是开发好的产品 SaaS 服务，它是可以开箱即用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我们会推广用 Gemini Enterprise， 就是因为它可以让 IT 人员用最少的 effort 来去做到 AI 赋能这件事情。如果说你们今天都是纸本文件，你可以存在你们的云端的储存空间，像是 SharePoint、OneDrive 等等，让你们方便取得的。那 Gemini Enterprise 它都是可以直接connect 到你的资料库，让你不用再去新建一个比较复杂的 RAG 资料库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觉得以现在高效益的情形来说，以及尤其是中小企业没有那么多 IT 人员的情况下，我们蛮建议使用这样子的方案来进行第一步的导入。好，非常谢谢大家的提问。那因为我们这个呢是想要来一个这种 networking event 的 chill 感，所以呢我们最后在结束前想要跟大家来一个自拍。那我们请讲者一起到这边。好，那大家都有进来吗？
供的 Ray 布跟我们一起来一杯，谢谢。